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4号，视频来分享一下比特币非常出名的12天的这个 MACD 指标，在历史上它的买点是零错误率。那现在 MACD 指标即将来到水上，但是比特币的价格这两天 31K， 昨天是来了一个冲高回落，到底是什么原因？包括昨天晚上 Discord 社群上面是又给了一笔空单的建议，又是在凌晨接近2点。价格是在$31,200，空单有做对，朋友也是在问短线要怎么来应对。我的观点是你不然以短为主，包括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下降楔形，在这些低点的位置跟朋友们讲，你一定要给我站在买方。那现在它空间一定有一点类似达到这个满足位，那等下利用历史上的一些上升楔形来跟朋友们聊一下，有可能这个位置我的观点还是在区间整理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所以朋友们如果觉得我程序正确率非常高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来支持我们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盘面啊，可以来观察一下比特币12天的这个 MACD， 默认的 MACD， 然后时间周期你就给我调整为12天的一个周期。因为在历史上也是有发现，它在历史上12天的 MACD 指标金叉的准确率是高到吓死人，基本上是100%，就是零失误率啊。而且历史上有发现，每一次 MACD 在12天里面金叉的一个位置，就是确认前面打出的低点，它就是一个底部，就是 MACD 指标肯定会滞后于底部的一些位置。只要指标有金叉的位置，就是确认这个 15K 的低点，底部就是底部。特别是去年的时候也是有跟朋友们分享，你去看它的下降趋势跌幅的一个空间，这边的一个空间从高点到低点是接近80%。历史上比特币有这种下跌的幅度，观点就是有接近80%，就是应该去抄底啊。包括2019年的这个底部下跌的空间也是超过80%，或者是接近80%，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2015年的这个底部也是一样，空间是超过80%，或者是接近80%。所以20K 去年的时候在低点的位置开始，朋友计划一起重仓去抄底这个比特币，到现在我的观点是目前的 MACD 全部都是在金叉的结构，而且有发现现在这个 MACD它这一个橙色的值已经即将来到零轴的水上，因为它只要这个 MACD 是在金叉的结构，而且是在零轴上方，涨幅并不大的情况下，每一次买点的位置你就要利用 MACD 柱状在收缩的位置下跌的低点给我站在买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些位置，参考性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或者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比特币在2021年10月份的这个位置，它金叉的位置大致是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买点，只是相对比较短线，因为它是在空间非常非常高的一些位置。或者我们可以继续参考比特币历史上的还有一些金叉的位置，因为每一个金叉的位置我们都要去观察一下准确率到底是不是高到吓死了。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的比特币这个位置金叉，那金叉的点位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在这个位置，它底部的区间呢，疫情爆发危机的时候底部可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比特币在历史上这个12天的 MACD 指标金叉的位置也是有一点知识，就是确认前面的低点它底部就是底部，等到 MACD 金叉的位置你应该要做追加的动作。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伊朗的上涨也是有非常高的准确率，这一个12天的 MACD 指标金叉的点位是在这一根刚启动的位置金叉。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的价格是已经接近$4000，真正的底部可不是在这个位置啊，真正的底部是在2019年这个$3000的底部。所以比特币 MACD 指标金叉的位置，它就是在确认前面这一个打出的低点，底部就是底部。所以我个人观点参考性非常的高。那么可以再观察一下前面一些金叉的位置，像这种金叉的位置我们要怎么去判断？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刚刚讲到的
每一次你只要看到比特币 MACD 指标是在金叉的结构，它在12天的这个周期里面的 MACD 柱状有收缩的位置，一定要非常的去留意。每一次有压回来的低点，或者是有崩盘，前面给大家分享的一些知识。周线里面如果单周有下跌幅度超过10%，而且它这个 MACD 指标是在金叉的结构，但是它柱状是在收缩的位置，我们去找崩盘的点位，在这种位置重新再加仓比特币的期货，甚至未来100倍的杠杆或者是200倍的杠杆，有可能这种低点只要它给我们开对不破，那一波给我爆到天翻地覆，要赚的就是赚这种利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的比特币底部的位置是在这个低点，虽然后面可能也是黑天鹅事件把这个低点给跌破，但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15年的 MACD 指标12天的这个 MACD 可是在这一根就是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有金叉的迹象。那这个位置金叉它就是在确认比特币2015年的这个底部就是底部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为什么这2天 31K 冲高回落？虽然程序是有给出一些做空的信号，比如说前面在这个位置也是有给了一笔，包括这个位置昨天晚上又给了一笔。我的观点还是一样我们看所有的均线，它价格是在所有均线的上方，做空就是在逆势。你如果有搞对的话，或者是有时间在晚上熬夜的，我的观点是不然以短线为主，或者是你有做对可以平掉一半，要爆一部分仓位空单也是可以，但是你的防守位我的观点是建议设在 31K 附近。然后现在这个位置它这个下降楔形在历史上的一些上升楔形的位置也是有一些参考性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当时是有错误过一次，就是这个低点的位置有跟朋友们判断，这边也是有一个下降楔形，就是去年的时候在这个下降楔形的位置也是一直在跟朋友们判断，我是相信比特币会重新涨到这个 25K， 但是后面是有一个 FTX 交易所崩盘。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也就是2021年5月份到4月份的整个高位，当时也是跟朋友们有几个粉丝朋友提醒，就是这个位置有一个上升楔形看跌的形态它后面第一波的一个空间也是达到非常接近这个位置。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有几个重点是这样子就是昨天的这一根 K 线，它现在又收出了一个上影线，价格是过了这个 31K 的高点，但是价格没有收在这个 31K， 就是前面这个高点的上方，而且量能是短线有一点背离。现在就观察吧，如果是继续缩量，也是维持昨天的一个观点，会不会是一个5指3的量？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这个区间还是在横盘震荡。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个 KD 指标，现在好的一点是2个 KD 指标全部都是在80上方，那我们要去留意一下，就是它如果在这个位置震荡，什么时候指标不要重新回到80下方，因为日线是相对比较好，它是在80上方。不过周线昨天这2天也是跟朋友们讲，如果继续往上攻，它现在是价格已经过了前面的这个高点，但是周线里面的 KD 指标是在背离的结构，所以也是跟朋友们讲，如果比特币价格再冲过 31K， 昨天提的一个重点，短线是不能做继续追加的动作。然后再来跟朋友们聊一下，有些朋友是在问昨天聊到的那个 QQE 指标是哪一个，你可以直接搜索这个 indicator， 然后就是这个 QQE MOD 的这个指标，可以去观察一下，它在周线里面现在是价格过高，就是价格过了前面的这个高点，周线里面的这个柱状也是有一点背离，所以短期尽量就观察吧。日线里面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会不会继续震荡为主？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